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神秘事件研究家叫马歇尔·卡尔多纳，在他住在美国西部的一段日子里，总是到处寻找古玩。一天，他到一家古玩店选购古董，突然发现一卷陈旧的手稿。这卷书稿显得破破烂烂，字迹已褪色，幸好内容还算完整。马歇尔只花了买一卷废纸的钱，就把手稿弄到了手。回家后急急忙忙通读了整部手稿后，他大吃一惊，感到难以置信，因为这部手稿记录了一位挪威渔夫的神奇经历，实在让人难以相信。挪威位于澳洲北部，部分国土位于北极圈内。一位叫奥尔文·亚森的渔夫和他的儿子就住在这里。一天，亚森和他的儿子乘一艘小小的帆船向北行驶，他们计划这次行程约需1个月。航行途中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船向北行进，气温却一天天的升高。一天，儿子突然指着罗盘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罗盘好像有点不对头。”亚森回头一看，罗盘突然开始指向南方，可是船仍在向北方行驶。渔夫父子看看四周，看到的情形让他们吓得说不出话来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们头顶上的天空消失了，带着已碧蓝碧蓝的海水。船继续前进，这时周围的环境似乎已近黄昏。他们环顾四周，上下左右都是海水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仿佛进入了一个长夜无昼的世界。突然，他们看见了另一个太阳，也许称之为地形的太阳更恰当一些。逐渐的，周围亮如白昼，海水前方出现了陆地。他们隐约分辨出陆地上生长着绿油油的植物，甚至还有动物。1年后，亚森父子平安地回到了故乡。他们向邻居叙述那个国家里的情景，那里住的都是些巨人，身高大约4米。那里不仅有动物、植物和各种农作物，还有供他们使用的各种日常用具，其大小与巨人成正比。那里的一粒葡萄大得相当于一只苹果的大小。村里人没有一个相信他们的叙述，认为他们所说的是白日梦话。亚森父子没有办法，只能装成前往美国，向住在洛杉矶的乔治·艾玛森先生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艾玛森根据他们的叙述写成了这部名为《一位挪威渔夫的神奇经历》的书稿。人真的会遇上这些事情吗？挪威的北极探险家弗里乔夫·南森证实，在北冰洋底下似乎有一个由海水形成的巨大空洞。他从1893年6月开始，在北冰洋的浮冰上生活了1年半，成为第一个踏入北纬86度41的人。他看到了北极圈内许多奇异现象，其中在北冰洋的冰海中有一片开水，这是一片在黑沉沉的广阔冰海上的不反射天空光线的不动海域。美国极地探险家霍尔早于南森20多年曾3次闯入北极进行探险。他也提起，当他的探险队一行正沿着冰山走时，在距他们大约7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片不动海域。这片开水从南到北占据了2座冰山之间的整个海峡。1906年，极地研究家威廉·里德根据南森和霍尔的叙述，坐着狗拉雪橇直奔北极，想去亲眼看看这片不动海域。据他说，当他接近这片海域时，周围开始涌出团团浓雾，那片开水就在那浓雾笼罩下。李德猜测，浓雾是由地球内部流出的暖空气造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在北极圈的某个地区，肯定有一个通过地势加温并使热空气泄漏的地方。李德的假设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？所以不知道。有看过我上一个视频《地球里面是什么》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至今为止，没人知道地球里面是什么。从这本书稿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显然地球内部很可能不是实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在刚才亚森父子的叙述中，他们看见另一个太阳。他们也听说过一个传说，北极有一个世外桃源，那个世外桃源就是地下世界吗？而那个太阳就是地下世界的太阳吗？我们也不清楚。相信有真正了解地下世界说和亚特兰蒂斯说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
地球空洞说这个说法，说的是地球里面其实不是实心的，而是空心的，而且里面还住着另一个高级文明，里面正好也有地下太阳，而亚森父子真的去到了地下世界吗？另外，根据亚特兰蒂斯说，亚特兰蒂斯人其实并没有全部灭亡，存活下来的人跑到了地下世界，而他们的科技远高于我们。根据亚森父子的叙述，他们见到了巨人，正好亚特兰蒂斯人也有巨人，而亚森父子真的见到了地下世界的巨人吗？这些谜团至今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解答。如果你喜欢我说未解之谜的故事，请留下你的点赞和留言，希望我说哪一个未解之谜的故事。